大家好，这是 Hex 第二课章。您现在看到呢，这是我用 Codex 结合本地大模型做出了一个网页的一个基础播客啊，它具体包围了一些课程呢，还有一些个功能模块。对，然后这个呢也是发做出来一个这种19世纪的一个游戏啊，海底奥斯瓦的 OK。然后还有一个呢，这是1导盘的一个监控，包括 AI 核心啊，以及这种网络节点等等的，它是一个学习通的一个效果。这是本地模型响应速度实测40 token 每秒，速度非常快。今天我就将带大家手把手来实现如何用 Codex 来完成我们本地大模型的一个这种的一个组合，实现了 Common Tree，就是免费使用我们 Codex。以及的 Levy 是通过 Codex 来看我们的第4个或者是 Timmy 等第3版的这个盘模型的这种模型。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手把手来实现 Codex 结合本地大模型的组合，来完成一些具体的一个工作任务。OK，那首先第一步呢是我们的 Git 的一个下载。那本期的那些相关的一些资源链接呢，我都会放在评论区置顶啊，大家到时候可以直接取用。OK，Git 的话下载的话，这个应该比较简单。我们直接来到这个下载的页面，然后呢，根据自己的操作系统选择对应的版本。我这里呢是 Windows，所以我选择它。然后你点击下载到本地，然后选择下一步啊，在安装就比较简单。OK，那我们就直接过了。然后下一步就是看我们驱动的一个版本啊，主要还是这两条命令啊，大家应该不陌生的啊。然后我们可以来到我们的一个 CMD 命令函啊，我们在这里面可以输入的 Navy 我们输入之后呢，我们放大看一下，这个地方是 12.9 啊，也就意味着 12.9 之前的版本，我们目前这台驱动都支持的啊。你要根据自己的电脑型号来，然后再输入 NVCC 档 V， 这里是多少呢？这个地方是 12.4 啊。OK， 那我们记住这两个数值，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呢，下载啊那个 Llama CPP 它对应的一个这个版本。那这一些网站是关于那个英伟达具体的那个驱动的一个版本的一个下载啊，我也会放到链接，大家可以自己去下载。然后第3步的话呢，我们来到这个页面啊，我们就去下载 Llama CPP。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 Llama CPP 的话呢，它这里是最近新发行的版本呢，是在17小时之前。要注意一下，是这有苹果版的，有Linux 的，这还有安卓的和 Windows 的不同的操作系统嘛。你根据自己操作系统去选的对应的一个版本的下载。那我这里是 Windows，而且是12.4的。那我这个已经有了，我就不在这装了。然后我们重点关注的是这个 Asset。那我们来搜索一下12.4，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是第一个我要下载的，是这个东西。然后还有一个呢，在底下也是这个东西。那也就是说，我们要下载好这两个解压包，然后下载到自己的文件夹。你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把这两个东西给它解压了啊！你看到我底下这张图，解压之后呢，然后你给它放在一个文件夹里面，把它东西都整合在一起。那我们接下来要在这个文件夹里面输入 CMD 命令，这个文件夹是用来后面来启动我们本地大模型的，因为我们用的是 Llama CPP 嘛。对，在这里啊，你看我这已经抓好了，然后我们在这里输入 CMD。它都可以直接弹出来这个命令函了啊。后面的话，我们输入命令就在这里直接启动我们的这个量化模型就 OK 了。然后第三步的话就是具体的模型的下载。我这里之前是推荐大家用命令函，可能有些小伙伴呢他对这些不太熟，有更简单的方式，直接我们来到这个页面，比如说 Hugging Face， 大家可以看到吧，我今天用的这个模型是千问3.6 35B A3B 的这个模型。然后我建议大家显存如果合适的话呢，你可以选择Q4 的，就是比如说你要选择这个版本的 Q4 的这个版本。然后你要怎么做呢？下载的话其实很简单，你对着这个地方点一下这个下载按钮就 OK 了。然后我给你下载到你自己本地有文件夹，你把这个文件夹可以命名为模型或者是其他的都行。第4步就是模型已经下载好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启动。然后呢，这里的命令会比较多一点，稍微说一下这些命令啊，方便你理解，挺重要的。截个图大一点，方便大家观看。要注意的命令主要是有这几个啊。首先是这个 NGPU layer， 这个就是代表了我们卸载到 CPU 里面的那种模型的层数，你可以理解为 GPU 参与计算的一个程度。这个数值越大，你的 GPU 用的就越多啊，你的显存占就越大。然后第二个那个 NCPU MOE 的话，这个就相当于是用你的 CPU 上面就放那些混合专家模型。这个数值越大的话呢，你 CPU 参与的越多，可以简单再理解。下面的这个就是那个上下文的一个长度，这是注意推理的一个加速啊。然后还要注意这个参数，就是那个线程，我这里填的是24，因为我电脑是32核的，大家可以跟着自己 CPU 的核数啊，然后你去填一个稍微比你核数小一点的，比如说你是16核，你填一个12，类似这样的 ，OK。
然后这底下的比如说还有一个那个这两个 batch，这个话就相当于是就是处理你提示时的时候最大处理的一个批量的一个大小啊。你可以看到啊，这里我是之前有给大家去收的。你的数值越大的话，你处理的这个时数是越快的。然后底下还有一个就是 VP 链的一个处理，然后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参数就是这个锁定内存，也就是这个参数。那这个参数的话呢，就是建议大家都开起来，就是防止系统将模型数据交换到硬盘中，而保证我们模型推理的速度稳定。最下面这个就是我们不用视觉模型啊，因为我今天演示是不用的，因为视觉模型会占一定的显存，你也可以加了之后它大概会多1G的显存，就相当于是你的模型不只是可以识别文本啊，你加了之后它还可以识别图片之类的这种多模态的数据啊，就是这样。OK，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命令给它复制起来，然后我们直接去执行啊。这些命令我也会放在评论区，大家可以直接用啊，直接复制拿来用就好了。本来的我们刚刚这个页面，我们复制一下，然后呢，给它粘贴到这个 CMD 命令行，然后我们点击回车来启动我们的模型。来，我们观察一下我们显存的一个情况，一瞬间就升到了13、14，对，然后内存的话呢，这边也是来到了39，接近40，对。然后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已经启动成功了啊，这个端口依然是8080啊，Llama CPP 的。我们按了 Ctrl 加那个鼠标左键点一下，我们就可以来到我们这个模型页面了啊。我们随便问个问题，然后看一下这个模型它的一个闪应的一个速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速度还是很快的，有40 token 每秒啊。我这是16G 的一个显存嘛，然后呢，这个模型它本身是有35B 的，所以在整体的一个吞吐量速度还是很快的啊，就是可以作为那个 agent 来支撑使用的。OK，那我们接着往下，这个本地模型部署好了以后呢，这其他的模型大家可以去尝试。如果你显存不足的话，你可以换其他的模型啊。我的下面有推荐大家去使用一些模型啊，就是这些模型，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显存情况去尝试。OK，那到了这里以后呢，我们就模型都部署好了啊，然后我们要去改一些 Windows 的一个配置。我们来到第5步，我们点击 Windows 的 Win 加 R， 然后呢，我们输入这样一个命令，就是 Option 的 Future，复制一下。我们打开之后呢，我们要把这3项要勾选起来啊，大家要注意勾选起来这3项，我放大一点啊，来，要把这3项都给它勾选起来啊，然后我们点击确定，OK，那我们来到我们的第6步，那这是第一种方式啊，就是使用这个 Code Plus Plus 去完成这个配置。这个东西是干啥的呢？它就是相当于是把我们发给 Codex 的那个请求给转发到我们的本地模型，或者是转发给 DeepSeek 这种第3方模型。如果不用它的话，它相当于是就直接给你发到那个Codex 的官网去了，那可能就不行了，对吧？依然来到我们的网站，那这个网站的话呢，它是在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啊，这里有不同的这些版本啊。我根据我的操作系统，我是 Windows 的，我就选择这一个，然后去下载。这个东西也比较小，大概就6兆左右啊。下载到本地之后呢，它就长成这样，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啊，在这个地方。然后呢，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对着它双击，然后呢，就是下一步安装就好了。然后安装好之后，你桌面上会多出这2个快捷方式啊，我来一会儿教大家怎么去配。OK，那我们先把这个 Codex 管理工具打开，双击打开。打开之后呢，我们来到这个供应商配置这一项，然后我们往下拉啊，注意啊，这2项的话是我的历史记录，你一开始是这里是没有的，是空的。你需要做的是在这里点击添加供应商啊，添加供应商，然后这边你可以录入一些具体的信息啊，我教大家怎么录啊，我这边直接就是已经录好了，我们可以来到这个，比如说我先录这个本地的 Llama CPP，来，我点击一下这个编辑按钮。哎，我们来到这个页面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名称的话你可以自取，然后呢，这里我们选择纯 API 模式，然后呢，测试的模型呢，你可以把你的模型名称填进去啊，我这边是这个，这边比较关键的信息，这个是8080端口127的那个，这是我本地起的那个刚才的那个大模型，这个一定要填对了啊，对。然后呢，这个 key 的话，因为是本地模型，你随便写什么都可以。我这里又写了个 test，OK。然后这些都配好之后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因为它默认一开始是这个 responsible API，我们一定要勾选到 chat completion，选择到这一项之后呢，你的模型才能作为 agent 去调用，不然会报错的啊。这个是一个细节。
好，这里都编好之后呢，我们就点击保存。OK， 那你就会多出一条这个记录啊。然后呢，你可以看一下你这个模型是否调用成功。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呢？哎，首先呢，我们把刚才启动的这个模型服务，我们拉到一边。我们注意观察，我这个时候对着它左侧这个地方有一个小滴管，点一下，然后呢，它看一下左侧日志就马上有一个响应了，对吧 ？OK， 然后这边也会有测试，它会显示200，会成功，那就代表了你的模型已经通过这个 Codex 已经给它这个管理工具连接上去了啊。OK， 那到这里为止呢，我们现在就可以点击上面这个叫重启 Codex， 点击之后，它就会开启一个 Codex 的一个这种的一个桌面端。哦，大家可以看到，这已经起来了。缩小一点，因为这里是我之前的一些历史记录，大家可以不用管啊。然后我们可以开这个新对话，这边是有权限，你可以选择默认的或者是自动审查都行。然后这里大家可以看到了，这个是我之前用的是 DeepSeek 这一个模型啊，我目前还没给它切换过来啊，我要这个地方给它切换一下啊。你看啊，因为这是使用中，我这边点一下它使用，那这个时候我就相当于是切换到我们本地的这个大模型了，对。然后我给大家先关了，然后我们再重启一下。那我们先点击这个设置沙盒 ，OK， 然后呢，这里有自动审查或者是默认权限，可以你自己根据你的需求选。然后我这边这个模型它也识别出来了，对吧？然后另一可以选嘛，我就选高吧，或者是超高都行。然后这边你就可以输入你要做的一个命令了啊。那我这边之前是有整理好一些简单的任务给大家做了示例，比如说把这个英伟达的股价搜索，然后给我放到桌面啊，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具体的一个示例。这有英伟达、苹果、特斯拉最近10天的股价，然后给整理到桌面。OK， 我们发过去之后，我们就稍等，然后呢，它会去处理，这个时间可能会稍微花个几分钟，这里我不耽误大家时间，我直接给大家看之前的一个结果。对，这就是它刚才搜出来的结果，这是美股的，我之前关注的那个英伟达，还有我那个苹果以及特斯拉，这个数据基本上都是对的啊。然后呢，它的涨跌幅还比较细心的，它把那种红色的和绿色的，就是涨和跌的这个颜色给我们做了一个区分，然后这个表格的这个样式其实还是比较好看的。OK，我觉得这个效果对于一个本地模型，我觉得已经很满意了。对，OK，那我们先退出，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然后我们来到第二种方式了。第二种方式呢，它就是相当于是用我们的 DeepSeek，也就是云端的模型。那这个要怎么做呢？哎，还是首先呢，我们来到我们的这个 DeepSeek 的这个平台，这个网站啊，DeepSeek Platform，然后我们点击这个地方呢，有个 API key，我们来到创建一个 API key，另一命个名字，比如说你叫 Test 001或者干啥都行啊，你点创建，对，然后你把这个给复制一下，复制好了之后呢，这个时候你就在这个地方点击添加供应商嘛，我这已经添加好了，我就在这点编辑。然后呢，大家要注意，这个地方你就把刚才的 key 给它粘贴过来啊。然后呢，你的模型可以选择你对应的一个厂商的模型，这里有一个基础的 URL，这里是在这个网站去填的，也就是这一项啊。你们再给复制过来，要注意要填对哦，就是一个是它的 base URL，一个是它的 key。然后呢，还是我们要选的这个 chart completion，要选的这一项啊，然后再点击保存，对，然后你看你的模型有没有调用成功，你要点一下这个测试的按钮，这个小水滴点一下，我们看到它也出了200了，响应成功，代表 DeepSeek 也连接上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要用 DeepSeek 的话，我们只需要在这里点击使用，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本地大模型切换为云端的 DeepSeek 模型。这是很方便的啊，有点像我们上节课讲的那个 CC Switch，但是我觉得可能对 Codex 支持它会更好一些啊，还是要重启一下啊，注意，因为刚才那个是本地大模型，我们点击重启 Codex 啊，重启之后呢，它会又给我开启一个新的一个终端，我们可以开一个新对话啊，然后我们点击设置，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再跑另外一个任务给大家去执行一下，比如说这里有一个刚才给大家演示的技术博客的一个主页。那我们给它放到这里来，然后我们给它粘贴，然后我们点击回车。我们发出去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的模型其实已经是 DeepSeek 了哦，它会去给我们跑。那这个过程实际上呢，它也是需要花个5、6分钟吧，啊，所以我也不想耽误大家时间，也给大家看一下我之前做的一版的一个效果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呢，它的效果就是展示的是这一版啊，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里是包括有课程的矩阵啊、AI 实验室啊、能力系统啊，还有一个启动学习，后面是粒子的一个移动的一个效果，就会显得比较这种有科技感，极客范。虽然说不是说那么健全，但是它整体上的话，我觉得这个布局这个配色还是挺 OK 的啊。对，然后这个的话呢，实际上是用那个本地大模型做的。对，它是一个星球射击的一个这种游戏。那么这里还特意分成了简单、中等、困难模式。那我们看的简单模式的话，就是这个碎片会更慢啊。然后我们点击开始，我鼠标可以控制它发射导弹，然后呢，鼠标的移动呢，就是控制这个太空，就这个飞机呢，它到处就是可以攻击的是目标嘛，对。然后还有一个 Shift 可以给它进行加速，对。所以感觉玩起来还是比较丝滑的。美中不足的是没有音乐啊，这个我其实可以后面可以再让 Agent 给我加一些音乐，这样的话可能感觉会更有节奏感一些，对。然后我们来试一下那个困难版的，你看一下啊，那可能感觉可以感觉到明显的这些碎石向我砸回来的速度就更快了，对吧？就更操作起来就难度更高一些了。对对对，可以看到这上面的积分，对，正在累积。OK。然后第三个的话呢，这个其实相当于是个可视化看板了，它就是相当于是就是可以对你的一些页面的一些东西进行一个监控。我这里是随便列举的啊，你这里也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比如说有时候你需要监控你的网速呀，监控你的CPU 啊，或者是 GPU 啊一些其他的指标也是可以实现的。它这个做的会比较就是比较炫酷一点，都做的效果都还挺好的，对。这个就是我们用 Code Plus 来给大家实现的这样一个效果啊。然后方式二的话呢，就是用那个 CC Switch，就是我们上一次讲的这个东西，它也可以完成类似的一个效果啊。它是怎么完成的？我给大家看一下，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我们要去下载这个 CC Switch，CC Switch 的下载呢，我们找到那个 Asset，还是放到这个 Asset，对。放到这个 Asset 之后呢，你就可以去下载，根据自己的操作系统下载了。我这边呢是 Windows 的，我就下载这一个。对，下载到本地之后呢，它就长成这样子。对，大家可以看到啊。然后呢，就是简单的这种的，就是点击，然后下一步安装就好了。安装好了之后呢，你本地呢那个桌面就会多了一这样的图标。我们双击打开它，OK。然后这底下是我的历史记录啊，你一开始进来什么都没有的。然后我依然还是以我刚才的例子为例，比如说这里呢，我是有 NUM CVP，其实操作是比较类似的啊，但是这个配置会有一些不一样。我们先要点左上角的这个设置。然后呢，你来到路由这里，呢，你要记住把这两项都勾选起来啊。然后呢，这里的话呢，跟上一节课不同的是在于你要勾选的是 Codex，其他两个先别勾选啊。OK，然后点击回退，然后呢，到了这里你就可以点击自己，比如说你要添加，就点右上角啊。我这边已经添加好了，我就先点这个编辑，教一下大家怎么填。比如我的供应商名称，这个你可以任填，没关系。比较重要的是这个地址。那个这个地址大家都还有印象啊，就是我刚才那个模型启动的地址，就是它，对吧？8080啊。然后呢，底下这些模型就是你的名称，对。然后右侧这边有一个 EM 这个东西呢，这个是特别为 DeepSeek 模型准备的，因为 V4 Flash 它是有100万上下文的啊。如果你是用 DeepSeek 的模型，你就把这里勾选起来就好了。OK，然后到这里为止之后，你可以点击保存啊，就 OK 了。对，然后呢，你要看大家有没有成功的话，这个本地的模型呢，它可能有时候会提示会检查出错，但并不是没有连成功啊，这个你别担心。你可以在调文的时候去看什么地方呢？你可以看这个地方，就是点一下这个设置，然后再有使用统计，我们可以来到 Codex 这一下，然后你可以看到啊，一旦你调了本地的模型，它都会后面会显示对应的模型的一个名称嘛，因为我们真的是DeepSeek Flash。V4 Flash 啊，我是之前调用的线上的，它有一个历史记录。对，在这个地方可以看你模型有没有调成功。然后呢，你的 DeepSeek 也是这样连接的，让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编辑。你要注意的话，这个链接也是填的是刚才那个官网的链接，填的是这个位置啊，这一串数字。对，然后你放进去，然后 API key 的话，还是你在这个页面上升级的 API key，往这一填就是了啊，跟刚才的比较类似。但是这里呢要注意，我们之前用的是那个 Cloud Code，所以你要填 Answer Robic 的形式。那这里的话，建议大家要填 OpenAPI 的形式。OpenAI 的形式啊，我们是用 Codex，我们不是用那个 Cloud Code 了啊，等于说这个细节大家要注意一下。然后这个地址我们要给它改一下啊，就是把它改成那个 DeepSeek API 的就好了啊。
依然是保持一致，不用改成这个地址啊。然后呢，你可以把这里去用作 OpenAI 的这个地方叫 OpenAI 的 Chat Completion 啊 ，OK， 对，然后呢，认证字段呢选择默认的或者 API key 都可以啊。然后这底下的就是把 DeepSeek 模型给它对应填进去，然后这里填 EM 就好了。对，这是刚才对应提过了，然后我们点击保存。对，然后我们看有没有成功，我们点击这个小滴管，目前电脑运行正常，就代表 DeepSeek 模型也连上了。然后你再要启动它的话呢，你就点启动。对，如果要切换本地模型，就点这个。任务也是一样的，你可以点击这个 Cloud 加加嘛。对，你把它打开，然后呢，这个时候它调用的是我们本地的这个模型，我们可以看到了啊，我们现在是 DeepSeek with Flash，我们随便问它一个问题吧，看它能不能很好的回答。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响应速度还是很快的啊，对，就证明我们的V4模型已经调用成功了。OK，然后我们要给它来一个我们的另外一个任务吧，比如说我们的这一个示例就是我们那个游戏的，对，那它会去生成，然后最后的效果呢也是刚才我给大家已经演示过的。OK，那使用示例的话呢，这些我也给大家介绍过了。OK，然后呢，这两种方式其实是比较类似的啊，不管是方式1和方式2，只是说他们本质上呢都是做了一个这种代理的一个转发，对，只是说形式上有不同啊，大家注意一下就好了。OK，然后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就是在我使用体验下呢，我觉得 Codex 啊，它结合 CSS Wish 使用。或者是说结合这个 Code X++，我觉得它后者可能体验会更好一点啊，个人感觉。然后因为 Code X 它其实是有很多插件的啊，这些大家以后自己也可以去尝试。它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插件，这些插件其实功能是比较强大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比如说大家都已经解锁了，大家可以具体去 try 一下啊，你可以点加号就可以去安装。比如说这个是控制你电脑的啊，这个是控制你浏览器的，这个是给你去做视频的啊，然后这个也是给你去创作渲染视频的，就它有很多的插件啊，就是功能是非常强大的，所以大家可以多去自行去尝试。对，结合本地大模型的话，其实它有些任务是可以完成的比较出色的。对，然后小模型其实处理简单任务就已经够用了。但是对于同样的小模型的话，在我自己体验下，我感觉对于复杂一些的任务的效果，Code X 会比 Hermes Agent 要好一些，然后又会比 Cloud Code 效果要好一些。你遇上冲突的话，建议大家还是复杂任务当然是首先考虑这种商用大模型，然后这里面 DeepSeek 的性价比是最高的，然后其他这些模型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就是推荐的。然后这个模型呢，就是它是视觉模型。本期的内容呢到这里了，就给大家分享结束了。OK，如果大家觉得我的内容对您有帮助的话，也请帮我点赞、关注、转发，谢谢您的支持啊，我们下期再会。